我喜欢自然又不受自然所限，喜欢天地万物以作用师，以自我的用师成道，以泥土的普遍素材呈现内在与外在的冲突与和谐，超乎物象与景色的时空流变，复泥土以泥土之外的形式，复泥土以泥土之外的生命。所谓天人合一，人的意愿与感受为上，以泥土的无声与有声，使普遍存在的泥土成为主观的泥土艺术，以我的心和手不断地提炼与铸造。在我现阶段是如此，对于未来乃是一个无限的未知。李茂忠老师啊，是一个专业的艺术学院出身的啊，他是我们今天的台湾艺术大学，也是当年的板桥的国立艺专啦。他在非常早啊，就跟陶有接触，他的一生啊，可以说从这种打破形制开始，进入一种玩泥的世界。所谓的现代陶艺这个观念啊，是台湾在大概1981年以后才正式成立的一个名称。当时的变化就是中日陶艺展之后，大家才发现原来陶的创作不一定是要所谓的瓶瓶罐罐。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早于1981年的12年前，李茂忠已经用他打破瓶瓶罐罐的概念，参加了德国慕尼黑的现代陶艺展，得到了金牌奖。所以现代陶艺在台湾的发展，可以从李茂忠的得奖来作为一个历史的分界点。我想一个新的观念要被接受不是那么容易。他在凌云画廊的这个是台湾非常早期的一个陶艺展，以前陶艺很少在展览，基本上是被社会需求的，所以不必展览就是商品来贩卖。可以看到他把这个最古老的工艺成就完全进入到个艺术性的，使得他的一生不被一种风格所局限，成为现代陶艺的祖师爷。我父亲是一个公务员，兄弟姐妹也很多，人家买得起玩具，我们家没有玩具。因为苗栗是一个陶瓷的中心，到处有窑厂有陶瓷厂，就拿了泥巴给我玩，泥巴变成我的玩具，所以大大小小有时候就做了很多泥形，也是一种给我过去的一个启示吧，一个启发吧。后来我到了国立艺专读书的时候，严水仁老师他说：“李茂忠，你是苗栗人，苗栗的那些师傅知其然不知所以然。”他讲这句话，我能明白他的意思了。后来我一毕业以后就从事陶艺创作，就是以苗栗土来创作作品。那时候我上班做了一系列的作品。那有一天我们的主管带了外国人来，他反而看不上我桌子上的一个功能性的陶艺，看上这个陶艺变形的。那时候我做的作品，外国人看到比较欣赏，我就很高兴了。后来我到美国去展览，因为深受了美国的艺术的爱好赞赏，所以我毅然而然的待下来，在美国创作的生涯开始。到了纽约SOHO工作室，我发现我要改变造型的形式，就以拉泥板成型，发现了我自己的一个风格出来，就一直走到现在。后来从破形而立得意忘形，走向了破土而出的这个系列出来。在美国，我又参加美国国家教育年会，那时候主要的演说人是美国的现代陶艺师 Peter Vargas。展览时也看到我的作品，他说更要自由一点，这使得我能够作品放开，
我又走向内在自然禅意系列的，到现在为止做了非常开心的事情。那时候我五专3年级的时候，他刚好到任，黄宝仪校长看到他得到金牌奖，特别聘请到我们学校来教我们这个陶艺这方面。那主要我们是做陶瓷工程方面的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也觉得很奇怪啊，它等于破坏这个花瓶了，从来就没有人拿泥土做像这样立体的变化。就从李茂忠那时候得奖以后，开始慢慢的一直演变到现在，已经50年有了。从1985年以后啊，中国的陶艺被李茂忠老师去教学啊，把他们整个概念都改掉。因为当时啊，他们是碗盘啊，都是景德镇的米粒陶瓷，青花都一个洞一个洞的那种啊，都很古那种米粒陶瓷。大部分以前的人家那个釉药啊，弄得很均匀很漂亮啊，它就不一样，它就是那种天马行空，拿来釉药撒一撒喷一喷，好像那个釉药翻倒以后喷到它的胚体上面这样。陶艺家本身也好，他跟陶进行无限制的对话，某一个阶段有他思维的重心，时而非常的坚硬，如枯干的树木；时而非常的柔顺，如水流的一个流荡。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些作品的多样性，他并没有把他的作品限定在一定的范畴上，他的风格就是率性而为，无拘无束。他同时以他的技术变成联合国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大使，他去帮助那些尼日比较落后的国家，怎么样来开发陶作变成产业。除了在本身的创作之外，他对整个国际性陶艺的推广也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。李茂忠老师对于苗栗现代陶艺的发展其实是非常重要，而且功不可没。台湾很多重要的以前的水缸啊，或者是我们酿酒的这些容器，都是出自于苗栗。但是因为人物力成本的关系，许多的装饰陶瓷厂它就外移到国外。那李茂忠老师回来倡议，认为说我们能够把过去跟陶有关的文化继续留下来，让台湾的柴烧陶能够走往下一个境界。这一个关键者就是李茂忠老师，他一直在扮演这样一个角色。其实他也经过岁月的洗练，开始会去思考可能跟宇宙、天地人之间，或者是比较有哲理的天河系列的作品，也代表了李老师对于台湾近代陶瓷非常重要，而且影响深刻。一句话来形容它，就是东西文化的合并。有西方的现代跟写实主义，另外呢，他又非常在意自己家乡泥土，两个这样的文化冲击之下，我觉得是李茂忠老师给予现代陶很重要的精神象征。这个内在自然的系列，就是说捕捉了宇宙万物、大自然的景象，用泥土表现我的造型，做出我个人独特的形象的符号。我就以内在自然、天人合一的系列一直创作下来。我经常旅游世界各地，大自然的景象它也不懂，云彩飞扬嘛。我就是以捕捉这些描绘我的当时的心境。所以现在陶艺它是一个泥火的一个艺术。我觉得，因为现代艺术的兴起啊，具象的要弄到抽象这个模式去做了。即兴的绘画呢，是用在草板上、瓷板上，用各种颜料去彩绘的话，心境里面非常痛快淋漓、一气呵成的这种想法。是语言无法形容的精神的享受。因为这个泥巴给我很大的力量，也给我很大的启示，也给我很大的迷思。
它给我很多喜悦。这个泥巴对我来讲是一个艺术创作的前沿。我们英文讲的 non-stop， 我到至今已经80岁了，还要玩泥巴，因为这个家乡给我了一个泥巴，也给我成长，也给我了希望。到现在为止，还勇往直前的创作下去。